大家好，我是 Colin。你好。今天來聊聊派遣任務。你是否在使用派遣任務的時候用錯了方法呢？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關於派遣任務吧。那派遣任務呢，它是有一個劇情的，在遊戲中。首先，我們依據更新情報，派遣任務區域15的更新情報是。劇情是為了消除在各個區域發生的危險要素，透過派遣英雄來獲得獎勵的內容吧。這就是派遣任務。我們收到了全新的任務請求，此次前往的目的地是雪山的基地，是九頭蛇基地。經確認，企圖控制世界的邪惡組織九頭蛇正潛伏於此。就像是故事或者是改編主題的時候，它會依據這個角度，官方會開放每一個章節。那每一個章節大致上每一關都是3張地圖，那並且最後一張是王關，限時為3分鐘。然而實際上遊戲的潛規則不是它真正要表達的目的，我們就官方更新說明。在區域15中，可透過補給獎勵獲得精英裝備的育成素材、材料、造物者之力，沒有錯。派遣任務有一部分呢，它就是在開放贈送你目前一些新功能，例如精英裝備的所需要的素材，然後贈送這個新道具，但是也不是白白去贈送你，當然是有付出才有的，但是可以很輕鬆的拿到。那是靠選擇角色派遣出去之後，沒有錯，就是點選擇角色，然後點他們派遣他們出去，就可以在固定時間去收割官方的給的資源啦。那一樣啦。今天會分成幾個章節，我們來稍微淺談一下派遣任務的使用說明。好，那我就破題說一下派遣任務真正的目的。派遣角色除了在指定的時間可以獲得固定的資源量以外，其主要我們要的功能就是在每日我們完成其他農資源的模式之後，那我們可以將剩餘的能量投入在派遣模式裡面。那我们是期待獲得幾率較高的幾率，我們是期待可以用較高的幾率去獲得高級的 P 卡或 CTP， 所以我們的重點是在於 P 卡跟 CTP 特裝。那關於派遣英雄的使用還有資源獲取量怎麼獲取，我們看看角色屬性面板。首先，它的面板呢，左上方最上面那個藍色選項按下去之後，你可以選擇指定屬性，有近戰速度或者是人類、異人族或女性，或者是特定特性的角色，像火焰靈活毒性等等，並且安排在固定時間去派遣。也就是說，你把它選擇好，然後送出去，然後在固定時間幫你出任務，然後之後就可以收割。那派遣收割的頻率呢？最高上限，我反過來說，最高的上限是每12小時可以收割一次。然後呢，我們根據官方的公告圖表，我们来看看最低的情況，如果沒有達成任何挑戰，則你要每2個小時都收割一次，也就是每2個小時你就要上線看一次的意思啦。那當然對玩家來說，你12個小時收割一次才比較方便那你12個小時累積的量也會比較多那所以當然是達成15個過關挑戰是比較好的啦。那注意的事情就是說，如果你都沒有達成任何挑戰，你每2個小時收割一次，超過2個小時之後，道具的獲取量是不會增加的。所以你3小時再去看，你跟你2小時每2小時去看，道具的獲取量是一樣的。所以相較之下，當然達成15個挑戰後，那個你要達成就是12小時收割道具獲取量，這樣子才 CP 值才會高。因此達成過關挑戰，派遣的 CP 值好像是比較高的也確實是這樣子。因為玩家累積的時間更長，那在一次性的去收穫更多的資源，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啦。由於有一些新制服出了會改變屬性，例如近戰改速度屬，宇宙改爆破改宇宙屬梅菲斯特，那或者是格尔，它原本不是共生體，它变成有共生體特性了，只是組队收藏不適用而已。那因此在每一次新制服你更換購買之後，
購買更換之後，請務必要確認一下，點進去派遣任務裡面看是否有不適任該制服的派遣角色格子，那它會打叉叉，那你就可以把它點掉，換成更適用的。那其次呢，建議提升的角色，建議去提升每一個角色的練度，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增加角色的練度的數量呢，並完成更多的區域挑戰。這個就是派遣任務可以農很多可以農更多資源的方法 ，CP 值比較高的方法。那最後呢，就是你每天每天要過的一些固定任務完成之後，請用多餘的能量去掛派遣，然後並掛派遣你就可以睡覺啦。那只要不閃退或斷線，你早上起來就可以看看，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派遣主要的目的是我們要期待它可以獲得有高幾率可以獲得高級皮卡或 CTP。那至於高階的皮卡或 CTP， 我這邊先講一下好了。首先就是1到6區域1到6是沒有高級皮卡跟CTP 的，它是普通的卡片以及特裝。那從區域7開始呢，所獲得的卡片及特裝是很有可能會拿到高級皮卡跟 CTP 的。然而這個區域7到區域15，你往越高的等級去掛，官方並沒有特別說明，隨着掛的區域的地區的提升，掉落的幾率也會增加比較高。所以一般而言，今天在這個影片中，我建議大家各位玩家是根據自身的卡片神劍練度然後選擇剛剛好適合自己可以過關，然後不會卡住的區域，然後來進行掛機。再來，我們來說說面對派遣任務的區域挑戰你失敗的原因吧。好，我主要是要提一個觀念啦。從之前開放區域14開始，反派角色及頭目的等級，我們來看一下你點選反派這邊，他們的等級都是85等。然而目前開放 T4，每個角色最高等級其實是80等而已，就是這個5等的等級差異，可能會導致角色的攻擊容易被反派角色及頭目這個目標無視並且回避掉。那我們後面會做測試，就是要驗證這個無視回避的效果。那我會這麼說，我並不是在貶低說神劍級卡片特裝CTP 它的重要性，它們都很重要。我只是強調一個常常在從區域14開始吧，一人熟成就那一個常常會被忽略的一個數值，就是無視回避。我們常常會覺得說，我用黑霹靂，然後又有新的水晶一人族，然後怎麼我這樣子裝狂怒上去打，還是打不過呢？時間到了，我還是打不掉。無視回避，這就是我要點出今天的主題。在後續的實戰測試比較影片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深灰色的回避，也就是你的2000 years later。好啦，再來就是我们很常看到大家會詢問，我這個靈活，我這個生物，我到底要選誰才有？那我們可以不求人我這邊要告訴你，首先請在角色的界面中點選左側面板最上方的按鈕，藍色的那顆。接着你可以在所有屬性裡面選擇角色的屬性，譬如說近戰、速度屬，或者是英雄、女性、人類、生物、異人族、不明等等，並且在所有能力中點選下去，選擇你要的各種角色特性，火焰靈活獨特性等等。如此一來，你便不需要靠自己點開面板一個一個去判斷，畢竟有230幾個角色，你這樣可以很快去挑選說你的挑戰所需要的角色。應該來說，大家會比較缺是碳亞德合金，就是金剛狼的那個金屬嘛，爪子的那個金屬。因為除非是你不太去常升級T4啦，才會去缺少那個法爾丁之魂。我自己常升T4，我的感覺是碳亞德合金真的會比較缺。
所以我覺得區域14開放這個道具是合理的。那區域15呢，由於是已經有開放精英裝備了嘛，那其實真正缺的是紙幣啊，我稱的紙幣就是造物者之力這個道具，所以有它原因在。區域派遣任務其實算是農資源很好的一個地方啦。好，那介紹這個區域這個策略啊，是建議大家優先在選派遣角色的時候因為角色的練度越高，你可以滿足道具稀有道具的量會越多。例如，我現在想要升精英裝備或天元精華，也就是我想要抽神器，那你就應該在，譬如說我要抽神器好了，我要天元精華，那我的天元精華是在哪一區呢？11區域11跟區域12。那當然，我們在排派遣角色的時候，我們就要先從區域11到區域12去選擇我們的派遣角色，把我們練度最高的角色貼上去，然後使用量較少的素材，譬如說現在覺醒素材大家已經不需要用了，那區域7跟區域9，好，那我的派遣角色可以最後放。那我介紹區域每一個區域獲得的東西，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其實在他選擇角色面板上，戰鬥力旁邊的金幣旁邊點選下去，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區域是主要是什麼。那知道的話又怎麼樣呢？當然，我們就是採用的這個策略，就是我需要比较多的資源的話，例如抽神器的天元精華，那我就把我比較強的角色放在區域11跟區域12先放，然後最後才放我區域7跟區域9比較用不到的覺醒水晶這個道具。好，那當然，我們不是嘴巴說我們要實戰。15章區域15啊，不，我會說區域15章，我會說15章，但正確官方名詞為區域15。好，那我們來比較一下，前面說的無視回避這個實測一下無視回避這個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跟我講了一下吧。那應景一下啦，因為區域15啊，它的故事劇情其實就是說，美國隊長被消失了，然後各路英雄就是前往雪山九頭蛇基地去拯救啦。那所以我這邊就應景一下，我選擇的隊長是美國队長最新的那套制服，蠻饒舌的，我就不講那個制服名字。那並且我比較的兩個圖呢，我的美國队長都是帶無視回避，然後的小狂怒，然後左圖的小弱雞呢是裝備萬能狂怒，並且右圖的比較圖是我把小弱雞裝備無視回避的小狂怒，然後杰夫一樣兩邊都是放解放 CTP。那唯一影響這個比較戰局的變數就是弱雞身上是否裝備無視回避的小狂怒還是普通的 CTP。那我們就可以看看它這個无視回避是否可以明顯看出來，就是我們輸出打不打得到反派角色以及頭目。那我們從比較圖可以清晰看到，反派小怪的頭上會顯示輸出的文字，並且会仔細看會伴隨着深灰色回避的字樣跳動，而右側的小怪你比較少看到深灰色回避的字樣跳起來。那這就表示我們的攻擊並沒有很常被小怪或頭目去回避掉，打不出傷害。那反而比較圖可以看得出來，白字的無視回避這個標記特別的常跳出來，那就是代表說我們的這個无視回避的效果呢，確實的是有在發动者的。那從这兩個判斷，我們當然就可以發現說，確實無視回避是可以，除了卡片及神劍以外，還可以影響的東西。當然啦，無視回避的小狂怒其實很好洗啦，所以對於過不了挑戰的是一個選擇看看啦。那我們來所以說，但是那個卡片以及神劍的練度，現在還有派遣沒有徽章，所以那個卡片以及神劍的練度就顯得重要，也是很重要的啦。那此外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每張地圖完成之後，其實遊戲的時間會暫停。那我們就可以趁這個機會，等技能的 CD 好了再進去。尤其是當挑戰王關的時候，我們跟盟戰一樣
放招是要連按的，你少一招就跟僵屍生存戰一樣，你鎖住一個技能去打嘛，你的攻擊的輸出就上不去啦。那所以等 CD 這個也是挑戰王冠時所需要的一個小技巧。那我可以建議你那個靈活過不去的話，你可以試試看，因為你不是打不過啊，你不是卡片神劍不足，你可以嘗試看看用無視回避小狂怒這個技能，或許就能改善有效提升你的通關幾率，搞不好你就過了哦。好，那區域15的挑戰呢，最後是區域15挑戰的大致上配置的參考。我們重點式的說明一下，那我盡可能我影片都是用自動過的。我先聲明，15之一成就火焰加3英雄成就就是挑戰，我接下來說的成就就是挑戰。那成就火焰加3英雄使用的角色為20戰警主輸出 ，CTP 為狂怒普通的狂怒，20黑豹工具人 CTP 普通的領悟，然後馬面貝達雷比爾當隊長。那沒有 CTP， 所以也可以換撒旦娜愚人節制服當隊長，紅惡魔或者是20戰警的羅比開車子的那個20戰警，都是3個都是最新制服。那我自己呢，我後來想想，我在打這一章的時候，20戰警裝備的是征服的 CTP， 隊長是撒旦娜，然後我自己就T 式的霹靂火變成是主力了。15之2成就毒性能力以及3個外星人，這個互相排斥了啦，所以分2次來打。那建議的話，參考僵屍制服的博士奇異博士主輸出狂怒，暴風女呢是副輸出用競爭，然後毒性能力呢屬性這個特性可以用玄武或者是毒蛇毒蠍。那3個外星人的話，這邊建議有幾個外星人的特性都可以使用，宙斯、奧丁、索爾、黑帝斯、洛基都可以。進入15之3成就3男性，那各位就選擇自己配置最高的3個 PVE 的男性角色吧，例如梅菲斯特狂怒、奇異博士狂怒、洛基狂怒。那我自己呢，我影片好像是奧丁、宙斯加索爾吧。那再來是15之4區域15的挑戰比較難的地方，我認為在這裡，對，就是3靈敏3靈活這個成就。那建議的話會是葛摩拉是主輸出狂怒，關史士是副輸出狂怒。那鯊魚傑夫解成就用的，那沒有帶 CTP。我自己是金牌手當隊長，因為他有好像是无視回避吧，那所以帶的輸出的話就是邁爾斯或者是靈蝶或者是葛摩拉，這些都是之前盟戰會帶出來的角色，也就是都有練過了，你不用再花資源特別去練，所以也不太浪費資源。再來15之4成就呢是3近戰，那這邊建議的呢，推薦給大家猛毒主輸出狂怒，並且是角鬥士副輸出帶狂怒，然後你可以配80等的女武神然後80等就好了，你不一定要 T 4。那普通的領悟，然後工具人無視回避的工具人，再來是15之5成就是帶怪獸小子，那很簡單，其實你2個輸出就夠了。比如說你就帶梅菲斯特跟奇異博士，奇異博士就是當隊長跟輸出，2個可以帶輝煌，然後梅菲斯特還可以改競爭。那15之5的成就還有2生物，那就是奇異博士當隊長配狂怒 CTP。亞當術士以及傑夫鯊魚傑夫都是用來解成就的，就是生物。那傑夫是工具人，沒有帶 CTP。然後亞當的話，你可以不用改，用 PVP 的 CTP 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我們的影片呢介紹就到這邊。那在最後的最後，還是再問一下，你看完這個影片之後，你是不是也是在玩派遣模式的時候選錯了角色呢？或者是你用錯了什麼方法呢？歡迎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那更多的制服測試在熒幕上方左邊，那派遣時事的介紹呢，在熒幕上方的右邊，請參考熒幕上方連結。感謝你的訂閱，我是 Colin，謝謝你的訂閱。